习近平为什么要拿下金融总局局长李云泽呢？他是要搞王岐山吗？我感觉可能是另有原因。作为掌管全中国500万亿金融资产的一把手，这小子肯定是没少贪。但问题是能不能保住他的命啊？那关键还得看一个女人为他说不说话了。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7号，今天官宣了，这李云泽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实际上他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官宣免职了，这次正式定调，不是没事儿，是事儿很大，严重违法违纪。至于具体贪了多少，有没有说和女明星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些你就得等那个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通报了。今天呢，咱们主要想搞清楚3件事。第一件事，他是王岐山的人马吗？这次要不要搞王岐山？首先我看了一下他的履历他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和王岐山有过交集，都是建行的人马，但是他俩肯定没啥关系。我看了一下1994年开始他在建行深耕了23年既在这个天津分行起家，又到总行历练过，又去重庆分行。而王岐山只是在他担任那种小角色的时候，天津分行的柜员的时候，王岐山已经是行长了。这俩人肯定没啥交集，但是真正交集的应该是郭树清。那我们看看郭树清是怎么提拔他的首先我们以前说过，你在共产党的内部混，无论是政界、金融界、正厅以下在他们眼里都算小角色。你只有干到了副部，才能真正的政治局培养、研究、决定，然后做这个组织部任免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谁让他升了这个关键的一步。这个人呢，我判断应该是郭树清。首先呢，他是在2018年9月份，然后呢，从这个工商银行副行长空降到了四川省，担任这个分管金融的副省长。然后2年后人家升为这个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了，这是受了重用了。而当时王岐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力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谁提拔了他？那当时的银监会的一把手就是郭树清，而郭树清曾经给他在建行、总行共同工作了5年，这终于把王岐山给排除了。实际上他在建行的真正上司那就是郭树清。郭树清担任建行行长的时候，他在总行工作呀。那问题是郭树清帮他只升了这一步吗？实际上不是的，升正部也应该是郭树清的功劳。在这儿我们必须简要说一下这个李云泽为什么他落马算是比较可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少有的金融干才。这位小伙子呢是48岁升了副省长，52岁升了正部，55岁落马。他作为一个正厅升的副部，到底是谁给他使的劲儿？首先当时的金融监管总局一把手是郭树清，那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是尹力，是国母的人马。另外还有2个角色，当时的组织部长是陈希，还有一个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正厅级升副部，这4个人都得点头。那我们来看看他升正部的时候是谁呢？还是郭树清因为按照时间轴，中国在成立金融监管总局以前，这个部门叫银保监会。银保监会的主席就是郭树清，他在2023年退休前应该是推荐了自己的老下属、老人马。而且他在四川省担任金融副省长期间政绩不错，因为他处理了多起的金融闹事儿排了地方债的雷。因为干得不错，我推荐你，我去人大2线担任财经委副主任了，自己的老下属接我的班，只是换了一个牌子。
在这儿咱必须得把王岐山扯进来了，因为王岐山的贴身大秘跟他一起担任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总局的正副局长。应该说啊，这个李云泽虽然没有直接搭上王岐山的线儿，但是他是王岐山整个金融体系人马的一个中小角色，这是他准确的一个定位。那你看23年升正部还是感谢自己的老师郭树清，那现在为啥要拿下来呢？咱就不得不说啊，他生不逢时。如果他在江湖时期，或者说这个更早的邓时期，这种干才能够为中央排雷的人物啊，怎么着也能干到一个副国级吧，不可能停止在正部。但现在老习他对金融管理的角色是党管金融，说实话呢，应该叫习管金融，所以他对金融体系的人马呢，要完成脱王或者说去王化。王岐山干了20-30年，底下的行长证监会系统啊，都多多少少跟他有一些关联，所以说去王的任务10几年不够，还得加强。首先，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原来是刘鹤，现在已经是何立峰了，算是习的铁杆吧。第二，中国金融的总钱袋子是人行，现在的行长是潘功胜，也算是他的家臣之一吧。但接下来啊，就轮到了证监会、银保监会各银行行长了。现在金融的信息化正在推进当中。那你说李云泽到底有啥事儿被查呢？具体啊，咱们还得看通报，但是我们来分析，通常有几个类型。作为掌管500万亿资产的一把手总监管，他是管所有的除证监会系统的金融机构的。这个50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很多人对亿以上的概念就已经搞不清楚了啊，他不知道100亿和1万亿有什么区别。这500万亿啊，这么跟你讲吧，中国2025年的 GDP 也只有130万亿，而他掌管的钱是去年整个全年 GDP 的4倍。如果说你按物理来讲的话，100块钱一张，500万亿啊，从地球能到月球，然后能搞个来回差不多。所以说啊，这位一把手手里的权力掌管着所有的除证券之外的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消费金融的全生命周期，从牌照的发放、许可证的发放、中间的监管以及后期的资产处置，全活。这么说吧，中国所有的银行、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地方银行、信用社全归他管，牌照的许可证那是总行来发的。第二，保险公司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第三呢是信托机构。第四是消费金融，这些总量高达500万亿，这个实际上是证监会100多亿的4倍了。证监会主席的权力啊，够大了吧？离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局长还差着4个量级呢。你就可见，稍微批个牌照，在高级人员的当行长、副行长，你都得经过他的批准，任职资格也要经过他的审核。如果万一违规了，你看金融违规太多了，那罚不罚你，罚多少？轻轻松松啊，这种裁量权就是10亿、几亿的金额。你说他贪了多少，我们不清楚，但这个数啊，怎么着也得往亿以上去算。而且啊，咱必须得清楚，如果你管这个金融，如果各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给你批条子呢，分管的副总理或者分管工业副总理给你批条子呢，你这张牌照你批不批？你不批，你帽子没了。再者说，要违规了要查处，查多少钱，罚多少钱，要不要减免？如果别人打招呼，你不去签这个字，最终啊，你也会被查。所以说啊，这个局长你不贪是不可能的，不严重违法违纪也是不可能的。为了消除自己的生活的压力啊，你不搞男女关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落马呢，一点儿不奇怪。老习仍然在推进他的金融信息化。那我们说了，如果你贪到上亿啊，怎么着也得死刑吧？这个倒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彭丽媛出来说话呢，
也许给他搞个死缓，或者是慢慢的搞个18年、20年嘛。为啥呢？因为他帮过尹力的一个大忙。他在2018年为什么要去四川省担任金融副省长啊？不是说上边要给他镀个金，是要排雷的。当时的四川啊，有很多的坏账和地方债没法解决，你必须得有个懂金融的过去把这个事儿解决呀，这样尹力在省长的位置上才能坐得稳。你看尹力不是也欠他一个人情吗？作为山东帮现在的头马了，怎么着，彭丽媛你是不是也给他说句话呢？至少把命保住吧。你看这个呢，就是咱们一个初步的分析。接下来他到底能判多少年，什么罪名，看官宣吧。如果关于这件事儿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也欢迎加入大鱼观点频道，咱们经常都有更新。明天再会。